哎，这是他们过马路的样子吗？太神奇了吧！哎，他们没有斑马线哎。我们到了埃及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叫 The Egyptian Museum， 是跟另外一个 The James 是不一样。给大家看这4个小罐子啊，是他们在做木乃伊的时候要用到的。然后这4个分别是放不同的器官，从背、肾、胃到肠子。我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拿出来，听说是从鼻孔啦，但我目前是没看到。Okay. I'm about to have a Cairo day 1. Guten Morgen. This is the breakfast we have. We got pita, which is we already have in Israel, and I don't know if that is hummus, and some kind of bean sauce, the egg. We will try and tell you what is this. I think this is haba. Yes, this is haba. Have you ever eaten haba? It has onion, some vegetables, carrots. It tastes like Asian food. Oh, I love this one. This is good. 来试一下埃及优格。Actually, we shouldn't. I shouldn't switch the link. Let us try the Egyptian yogurt. I think this yogurt is more like Greek yogurt because it's not liquid. Today is the first day of Cairo. This is the door that we enter in, and we got the bed. There's a little balcony, and we got 2 chairs, but they don't have desk in this room. So this morning we ate our breakfast on the floor. That's it. We only stay here for 1 night, and the last night before we leave Cairo, we will stay here as well. Oh, I gotta show you the shower. 给大家稍稍看一下他们的浴室。他们这个，我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花洒的水量真的是有点惊艳到我。有比较大我早上洗的时候水还比较小。不知道埃及是不是缺水，但是很酷。我们住这一晚大概800-900块台币，没有很贵，所以一个人大概400块一个晚上，我们就是在这边待。对，但这个价差不多，你在埃及要找住宿的话，差不多是这个价，所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我们就是小资男啦，背着那个登山包，然后就出来旅行的这种，就是住这种我觉得还 OK， 而且还含早餐，早餐还不错吃哦。所以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新的一天，等一下应该要先去买网卡，然后我们就会去埃及博物馆，我们一起去看吧。我们刚刚到了那个 Vena Phone， 应该是这样念，我忘记它怎么拼了。然后抽了号码牌，我们的号码是226，然后我们刚进去的时候是204，然后过了15分钟是208，不知道要等多久。这是他们过马路的样子吗？太神奇了吧！他们没有斑马线酷。现在要过马路了，过一个埃及很大的圆环，但这边完全是没有斑马线的哦。大家就是这样在中间穿越，实在是太神奇了。过马路其实是一种智慧耶，你就是要看准那个时机，好像在玩线上游戏，然后抓准那个准条会到中间颜色的时候，最红的时候你就要往前走，你就不会被撞到。我们到了埃及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叫 The Egyptian Museum， 是跟另外一个 The James 是不一样的，因为 The James 还在试营运。这个博物馆它手机拍照是不用钱的，所以如果你带摄影器材就要付钱。刚刚买了一张学生票，它的票长得很好看给各位看。跟大家说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为什么这个埃及壁画的人会长得看起来怪怪的呢？因为他其实是不太符合，不知道符合什么。你看他的头是侧面，但是肩膀是正面的，
腰又是又侧又正的，然后下半身这边又变回侧面，所以它才会看起来有点酷。不可能在古埃及找到 Pesa Setter 吧？给大家看这4个小罐子啊，是他们在做木乃伊的时候要用到的。然后这4个分别是放不同的器官，从肺、肾、胃到肠子。我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拿出来，听说是从鼻孔啦，但我目前是没看到。这个罐子叫做 Canopic， 希望我念对 ，Canopic Jar。这边讲到说，古埃及其实就有音乐了，而且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有良好的发展，而且他们甚至知道说，他们用唱的也是一种表现方式。为什么呢？他们说，如果你要看得出来这个人是用唱的，你就要看到他的嘴巴是打开着的，像这个人的嘴巴就是打开着的。大家快看，这个是古埃及的桌游，真正游戏规则其实没有流传下来，所以他们不知道实际上到底是怎么玩。但他们有猜测说，这个游戏大概是每个人会有总共2个玩家，一个人会有7或者是10个旗子，然后你要想办法安全的过到对面去，从第一个，那要怎么过？你可以掷骰子，所以最先把所有的旗子都过到对面的人就有赢了。大家快看这个是古代的埃及战车，然后这个有一点有趣，是因为有人说约瑟到埃及的时期不是在第2时期的 Hyksos， 但是这个东西呢，正是在 Hyksos 被广泛的使用。然后在圣经的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约瑟要去迎接他父亲的时候，就是坐着战车的。然后约瑟当宰相的时候，除了接受一些法老的礼物，还有坐着法老的战车出去。所以有一些人就认为约瑟在埃及的时期是 Hyksos 的时期，但是也有一些例证说不是啦。这个是在第18王朝的 Hatshepsut 的神庙找到的，然后我觉得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像金牛犊。埃及的最后一个时期是被罗马统治的，这一座雕像就是代表有一个在罗马时期统治下的埃及王，叫做卡拉卡拉。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呢，是第18王朝的一个法老，还有他的妻子，我只记得他的妻子名字叫提议，还有他们的女儿在中间。这是你如果来埃及博物馆一定要看的，它就在入口一进来正中间。我们刚刚结束了埃及博物馆，然后里面真的有超多，它从最早期的埃及王朝，然后到古王国，到第1中间时期，到中王国，到第2中间时期，到第3王国，然后第3中间期到古埃及的晚期，就是被罗马人统治的。然后所有的古物，就是它其实有一些古物是从比如说南部的卢克索神殿搬来的，所以它就是有点集结了在埃及各地的文物，然后到这边来。我觉得是很值得来耶。虽然它没有比如说会有简介啊，或者是比较好的指引流程，但是我觉得是蛮值得来看这些古文物的。我们现在呢，在一间餐厅叫做 Tea Garden， 它其实是在一间饭店里面。我再把这个资讯放在底下，它的价位大概跟台湾的价位差不多，杯饮料大概170块这样。等一下餐点到了再给大家看我们点了什么。我们刚点了一个凯撒沙拉，上面是虾子的。我们一听到有虾子的选项，立马选虾。我真是800年没有吃虾大家知道虾子是不洁净的吧？然后他点了一个tuna三明治，我点了一个鸡肉的，不知道是什么，但是看起来很好吃，我就点了。我们的餐呢大概是380到400之间，这个凯撒沙拉是325，刚还点了芭乐汁，而且它很稠哦，它不是那种很稀的，它真的是现打果汁，觉得非常赞。很好吃很好吃 ，excellent。先跟大家介绍说，我们刚刚去的这个埃及博物馆，你一进去呢，中间
它的展厅分成上下2楼，然后从左手边开始是你的导览路线，但是中间这一区呢是从早期的古埃及开始。2楼有点像是就是各个独立的展，就是不同归类的，有的在讲它的度量衡，有的在讲比如说图坦卡门的挖出来的东西，就是这整个历史过程。然后图坦卡门它被独立出来，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盗墓的墓室，所以这是为什么它保存的非常完整，还有所有的陪葬品都记录的非常完整。然后有一些房间是在讲那个 papyrus 沙草纸，蛮推荐大家去的啦。就是它的场馆量是蛮多的。然后我们这几天应该还会再去另外一个新开的叫 The Jane 去给大家看一下。它还没有所有都开，但是可以带给大家看。在他们没有拉下这个之前，我原本想要坐这边给大家看，因为外面就是尼罗河的景。很好看，很漂亮，但是我们做没多久之后，他们就把这个窗帘拉下来了。现在真的快睡着了。所以圣经记载的出埃及记，约瑟他被卖到埃及之后，成了埃及的宰相。约瑟怎样帮法老解梦？以色列人如何出埃及？有被记载吗？这件事情我明天再告诉大家。太累，今天先这样。等等呢，我们就会走路回去，或是搭 Uber 回去，然后拿行李，然后到新的住宿。新的住宿呢会在金字塔旁边，如果晚上看得到，再拍给大家看。今天就先这样啦，大家明天见，拜拜 ，Choose。我们刚拿到行李了，现在准备要去第2间民宿，然后我们刚叫了计程车，但我只是想要说。如果你已经很累了，然后你再听到这个，如果你住在以色列一段时间，你听过可兰经，你就会觉得这个也听起来很像可兰经，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塞，我发现他们的车道中间是没有分线的，大家有注意到吗？看左边那台车跟右边那台车，我们现在开在中间呢。我只能说，如果你在阿拉伯国家搭车，你坐上车之后就是就是相信司机就好。你看是不是没有线？我们终于到了民宿，现在是民宿的顶楼。大家看前面那是什么？是金字塔耶！虽然我们没有订到那种就是真的很前面的，但是能够看到这样已经很开心了耶。明天早上我们就会在这边吃早餐。然后看这个金字塔，好期待哦！刚刚看到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赞叹呢，吓死了。骆驼先生。